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聊美股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經濟數據。那麼，周一的話，2月2號，這是有一些製造業的一個這個經濟數據。然後周二，這是跟就業相關的，看這個市場上公開的就業數據。現在華爾街有一句諺語叫什麼？就是 "No fire, no hire"，就是也不解雇員工，但是也不招新员工，或者說 "No hire, no fire"，類似這種，就是現在说这个现在就業市場的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境界。然後在周三的話，2月4號有 ADP 數據，也就是小非農，然後還有一個原油數據，但是現在最近原油，主要還是地緣政治在驅動。如果說，比如說美國要打伊朗的話，打個比方，那麼可能會刺激原油這個油價往上漲，對吧？但是這個它的一個存儲的話，那也看它對市場現在影響有限，畢竟現在油價波動並不大。那麼周四還是跟就業相關的，對吧？初始申請就業金的這麼一個數據，盤前8點半。然後周五最重要的，所以說本周最重要在周五非農數據。但是現在這個因為剛剛過去的這個美聯儲的利率決議，大家也都知道了，是不降息的。然後呢，本周比較有意思的一個事兒就是周五啊，川普公布了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這個人員了，叫 Kevin Walsh。這個人呢，Kevin Walsh 這個人其實他之前也是當過美聯儲的這個，應該是零幾年的有一屆。我忘了是主席還是說理事，反正是華爾街是比較熟悉他的。但是呢，這個人的私人的這個跟特朗普私人的關係有什麼呢？他的岳父，這個 Kevin Walsh 的岳父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化妝品，應該是雅詩蘭黛家族繼承人之一，是他的岳父，就是很有錢了。然後呢，這個人他的岳父跟川普什麼關係呢？他們在那個川普在那個沃頓商學院學習的時候，跟這個 Kevin Walsh 的岳父他們是同窗，也就是說，特朗普跟他的岳父是認識了好多年了，能有40-50年的時間了。所以說他們在私人關係上是有很大的。之所以選他，我覺得是從私人關係上來，因為現在特朗普最重要的選人就是他的忠誠度。其實你的能力都差不多，對吧？你能在華爾街也好，或者在這個領域裡面，摸爬滾打這麼多年，你的能力都不差。所以說，他更看重的是你的忠誠度。那麼他的老岳父在他能夠當選上，這個絕對佔了很大一個成分。那麼他的問題就是，如果說能夠被這個參眾兩院就是 approve 的話，那麼他之後其實還是比較那什麼的，因為市場上他之前的言論呢是相對的強硬派的，但是呢，因為特朗普的原因是想讓他降息嘛，一直降息，那麼他就處在一個需要選擇了，是屈從於，如果他降息的話，大家會認為他是屈從於特朗普的壓力，對吧？那麼美聯儲的這個信譽的話會受到損傷。如果說他強硬的話，又跟特朗普的期許又是相反的，所以說對他來說其實是個難題。那麼之後我們再跟蹤這個之後的一個情況。不管怎麼講吧，現在因為新的美聯儲主席也出來了，但是鮑威爾應該到5月份才能結束他的任期，所以變成了一個有點一明一暗兩個人，所以兩個人的言論都非常重要。那麼現在就處於一個比較混亂的一個狀態。這是根據這個 Fed 就是美聯儲央行一些這個消息，我們可以就是平時多關注一下。那麼下周還有很多重要的財報要出來了，因為現在是在財報季。我們看一下，在 PMO 的話是盤前 ，AMC 的話是盤後。那麼在周一的話，相對大家關注度比較高，有這個迪士尼，還有這個 Palantir， 對吧？Palantir 在盤後，然後迪士尼在盤前。然後周二，我們看一下，大概掃一下，有 PayPal 都是盤前，還有這個輝瑞
盤前，然後 AMD 關注度比較高的 AMD 在盤後，然後再看周三，還有这個艾利莉，这是制藥廠，這個減肥藥制藥也好，還有諾和諾德也在這個周三盤前，然後還有 Uber 盤前。那麼相對重要的就是谷歌盤後 ARM， 對吧？還有 Qualcomm， 這是高通 ，Snapchat。所以說周三就是大的比較多了，大科技的。然後周四盤前的話，相對的關注度小一些。然後盤後有亞馬遜 Amazon， 還有這個MicroStrategy， 就是跟那個比特幣相關度非常高的。然後周五的話就是Philip Morris， 就是那個万宝路，对吧？香烟。那麼下周這個財報還是比較多的，我會選一些在這個等一下我們分析裡面盡量的照顧到就是關注度比較高的一些，或者大家在這個平時提問中有提問過的，那麼我會這個更多分析一些。大家也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多留言，不論是你想你關注的股票個股，還是說跟纏論相關的問題，大家都可以留言。這樣的話，我們有一個更好的交流。好的，先來看一下這個標普，因為在周五直播的時候，沒有分析這個指數。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還是先從大周期上、月線上。現在本月的話，周五是最後一個交易日，1月份的這個 K 線已經收完了，收的還是不錯的，對吧？你看 K 線的實體相对的是一個這個實體的大小也不是很小，然後上影線、下影線都差不多，比較均衡的這麼一個狀態。所以說2月份我們要關注就是它是不是要繼續往上走。如果說2月的 K 線直接突破了這個最高點7002.28的話，那就說明頂分型又沒有了。如果說要跌破1月的低點6789的話，那麼就會出現頂分型，對吧？所以大周期上你就先看有沒有頂分型就好了。有頂分型的時候，你要多注意一下是不是要向下延續了，對不对？但是頂分型出現並不代表100%就延續，它只是給到你一個警惕警示，因為任何的轉折都要有頂分型或者底分型，這是一個必要條件，那麼纏論它是一個非常清晰，或者說它不是一個含糊的理論，是否出現頂分型，這是一眼你就能發現，或者說你就能判斷出來，因為按照定義的話，你可以很好的判斷。那麼我不需要猜是否有沒有頂分型，我不需要猜，所以這就是纏論它不是一個模棱兩可的這麼一套理論，對吧？那麼再看一下周線上這個結構我們就比較熟悉了，從3491再複習一下，341就3491到7002，所有的這些在周線上你看着複雜，結構很複雜，但是在月線上就是一筆，但是在周線上，大 A 中枢、大 B 中枢，大 B 中枢的低点就是圍繞它震動的一個低點4835，和大 A 中枢一個圍繞它震動的高點4607沒有接觸，還是一個趨勢上。所以說趨勢走勢類型和盤整走勢類型的區別就是中樞的個數，2個以上就是趨勢，1個中樞就是盤整。如果說這2個高低點有接觸的話，那就變成了一個升級的盤整中樞了，就是升級的盤整走勢類型。所以这就是一個簡單的區別，就是纏論定義。你只要弄懂了這個定義，就很容易分辨出來。那麼現在就是圍繞第2個中樞，我現在是它怎麼來震盪。如果說我回來了，但是呢沒回到這個中樞裡面來，還可以形成一個300，我還可以打一個高點。但是如果說這個回拉力度比較強，我直接拉回來了，那就是還是圍繞就是中樞震盪。但是如果說回拉力度特別強，打穿了這個中樞，然後一個反彈，給一個3脈，可以再打低點，這樣的話就走反向了，對吧？所以現在就是圍繞最後這麼一個中樞在做震盪。那麼我們關注重點就是這個最後這一筆嘛，你想要回來，你這最後這一筆要結束，那麼我們要看一下它的內部。那麼在這個周線上也是一樣，本周結束之後，這個周線的之前是出現過周的頂分型，但是被本周的這個高點又打掉了，頂分型又沒有了，所以要看下一周是不是這個非农數據能夠刺激它，還是說一些財報能夠刺激它繼續下來。但是你發現它這個弧線越來越往這邊彎，是不是越來越往是不是要這樣走，還是說這個彎到這個位置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說这就是模糊的嘛，這就是模糊的那個判斷。這個你用這個上升的斜率啊，這都是傳統理論說的那套。
這都是非常模糊的，可以上可以下，不是说我这个弧線就要往這邊走，哪有這種規定啊？我可以這樣往上拐頭往上也可以的，對吧？所以這就是難的。你用傳統理論它就比較難。那麼如果說用纏論的話，我們要看它的次級別日線。那麼4835進入段 A 中樞，然後一個非常牛的離開，就小 B 段走得非常強，它中間有過很多次回落，但是都不構成，在纏論這個定義裡面都不構成這個有效回落，對吧？那麼現在就是出現了大 B 中樞了。其實這個結構你發現沒有？這是大 A， 這是大 B， 在日線上也是形成了兩中樞趨勢上，跟我們剛才看的那個周線上也是同樣的一個結構，它出現了一個同構了，結構同構，這就是強勢走勢的時候容易出現這種大周期的結構跟小周期的結構同構，就是說大周期上我是這個這麼一個狀態，然後呢在小周期上就最後這一段在這個小周期上也是這麼一個狀態，也是這麼一個結構，這就變成了同構，對吧？小周期這是日線上我是一個兩中樞趨勢上，然後在大周期上我也是一個兩周期的一個趨勢上，這就是出現了結構同構。那我們現在關注重點也是最後一個中樞，所以說你發現了分析方法都一樣，分析方法都一致的。我的這個大 B 中樞現在看一下它的震盪，1、2、3、4、5、6、7、8，現在是出現了一個第8筆。它如果說震盪最後再來一筆的話，就變成9了。那9有什麼意義呢？在這個技術上，它升級了，9段升級到9的話，這個中樞就升級成本級別的中樞。因為我現在畫的都是用筆來畫的，那麼筆3筆就構成一個線段，這是纏論裡面它是一個遞歸。那麼如果說到9的話，相當於這個9就變成了一個3段，3段你去那個給它進行遞歸處理的話，就變成了一個線段了。也就是說，升級到9段之後，它其實就是一個由線段構成的一個中樞，也就是本級別的中樞。那麼如果說變成一個本級別的中樞以後，那前面這裡都變成進入段，這個變成了大 A 撇，然後它可以繼續往上走，然後在這裡繼續生長出來一個大的大 B 撇，對吧？可以是以這種方式往上走，所以這就是出現9段升級以後的一個變化。當然是必須要生成9段，還是說我如果說這是第9段了，然後一個反彈，給你一個第10段很弱，然後我繼續往下走也可以啊。那這樣的話就變成了什麼？這樣的話就變成了我可以從這個7002斷開。那麼這其實就是非同級別分解。我這個左側是一個兩中樞趨勢上，第二個中樞我也不進行9段升級，然後右側我是一個3筆，先一個3筆，一個做成一個這個盤整的一個走勢類型下，因為3段也是可以構成一個中樞的，它是你可以叫它這個不是那麼標準的中樞，因為標準中樞的話，或者叫飽滿的中樞，我們是有這個重合的，就是有進入段有離開段，這是一個標準的中樞或者一個飽滿中樞。那麼只是一個3筆的話，它只是說它不飽滿，但是也構成走勢類型的。纏論裡面這是就滿足定義了，可以直接就往上走也可以，對吧？所以這就是你利用了非同級別分解。如果說是這種方式的話，就以這個最高點斷開，看它是形成3筆回落之後，能不能夠在這裡形成一個繼續往上升，或者說我從這裡斷開之後，它不是3筆，它可以是不背馳。比如說這個第3段跟第1段比較不背馳，它可以是5段，5段之後可以是這個位置結束從這個最高點下來的這個走勢類型，然後可以微轉也好或怎樣也好，可以往上走。也可以是什麼呢？我可以在這裡繼續生長，把最後這個類中樞我把它給它飽滿化，然後這樣的話就有進入段離開段，對吧？以這種方式構成這一段，或者說我變得更複雜一些，我可以這個不背馳，就是離開段跟進入段比較不背馳，我可以變成2個中樞以後，然後再打一個低點也可以，對吧？所有的生長都可以，但是呢，你要看它的這個力度。我們之前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在這個頻道裡面問過一個問題，或者直播的時候問過一個問題，問得還非常好。什麼時候我知道這個3之後有沒有5呢？他問的這麼問題是這個，我當時的回答是什麼？在3的時候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5，但是我首先要判斷，首先有沒有背馳，就是按我們那個工具去那個黃金分割擴展器來看，是不是在等比例的位置。如果說是在等比例，然後這個力度內部又飽滿了，力度又弱了，那有可能我拉回來了，那就可能沒有5了，
因为它會在這裡形成中樞之後往上走。如果說是這樣，1、2、3不被持，那麼就很有希望出現5啊，對吧？不是說一定要有2個中樞才能夠完成它，而是說他想要在不被持的情況下，直接這樣砸下來的可能性低，可不可以呢？突然出現一個什麼地緣政治的一個什麼大的3戰開始了，我在這個位置你就死進，就是說那個槓精給我抬槓，就是不可能出現這個跌破前面這個低點，突然出現一個這個非常大的那個重大消息，造成這個股市崩盤了，那就要跌破這個呀，對不對？所以只能說我在3不被持的情況下，大概率有回落，碰不到前面這個高點，我還可以有5。所以是你是沒有辦法預測有沒有5的，而是你只能在3出現之後去跟蹤，第3筆出現之後你要去跟蹤，是不是首先空間上有沒有被持，然後內部結構是不是飽滿，你才能知道後面的走勢，而不是說在這個位置我就能預測後面有沒有5。這個是這個本質上的一個區別，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我們只能去跟蹤。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標普。那麼最後就是有沒有第9筆出現第9筆之後，利用這個中樞中軌輔助判斷一下，對吧？如果說還是在中軌之上，它這裡已經2次踩到了中軌這個附近這個位置，然後都在中軌上繼續往上走，說明還是多頭偏強的。然後 MACD 你看它這裡都是在0軸以上，對吧？0軸就是一個多空分水嶺，所以現在還在0軸以上，說明每次回落你都可以去買回落去。然後也可以用簡單的中樞震盪策略，中樞上方減一減倉，中樞。但是現在這個區間震盪區間並不大。如果說你只是做這個ETF， 如果說針對標普指數做 ETF 的話，它的空間並不大，對吧？那麼你有能力就做，沒有能力的話就不管它都沒有關係。那麼這就是針對這個指數，看它是怎麼選了，圍繞最後一個中樞震盪。好的，那麼在這個要進入這個我們要分析的這些標的，這些都是要出財報的這些之前呢，我們簡單的再說一下現在這個市場上震盪特別大的黃金和這個白銀。我們簡單說一句或說2句，我們就這個分析其他的標的。那麼黃金的話，我們簡單就看日線，這個起漲點在這個1810。1810這裡是起漲點，這裡是 A、B、C、D， 當時走到這裡是 D 中樞，就4個中樞都沒有接觸，一個4中樞趨勢上，4中樞趨勢上，等到出現到 D 中樞的時候，它變成了9段，這就是我們剛才講那個9段升級了，剛好是第9段，1、2、3、4、5、6、7、8、9，剛好是第9段，而且第9段我們看一下當時，而且第9段還踩到了中樞中軌上，看到沒有，在這裡。所以說，如果說你一直跟蹤這個黃金的話，如果說你也能做日內，或者說做 ETF， 或者說你去做合約，那麼這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就是說你寧可做錯了，也應該進場嘗試它，對吧？因為前面都變成進入段了，這是一個升級之後的中樞，是可以走離開的。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預測到，誰能知道從這個位置後面能漲這麼多呢？這就是我們一直常說的，不要去預測，你也預測不了。你什麼人能在這個位置？這是3300，預測到能漲到5500啊，又漲了68%，又在這個位置3000多又漲了68%，任何人都預測不到，對吧？所以說預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那麼現在它是一個升級之後的9段中樞，現在它這是一個浪形的1、2、3往上走，它必須要什麼呢？這1、2、3，如果說真的砸得比較深，再碰到了這個4381，這裡有中樞了，這個中樞還是下面這個中樞的300呢。還可以往上走呢，但是現在這個第3段1、2、3現在是有希望結束了，為啥呢？因為最近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頂分型，非常大的一個頂分型，尤其周五的這個下跌了9%啊，黃金它平時的波動，你看這裡這段波動小的時候，它每天只有0點幾的一個波動，可能1%都不到。大一點的時候會出現1%的波動，所以說一天跌9%，這是很恐怖的。如果說你去做槓桿交易的話，那麼就很容易被爆倉，很容易爆倉。所以說，如果說看好這個黃金、白銀呢，我建議你就買 ETF， 對吧？長期的定投其實是一個最好的策略。現在就看它，因為這個1、2、3有可能要結束了，要走4了，就是第4筆或第4浪，那就看它什麼時候給一筆之後，可能是一個這種緩慢的回落。但是還碰不到前面這個4381，那其實還是一個4浪回撤，還可以有5呢，
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要想进场的话，那也不要着急，等待给你一笔有效回落之后，它完全也可以慢慢的往下落，踩到这个120天这里也可以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300之后往上走。你看它这个 MACD 还是很強的，现在雖然說現在有這個快慢線開始掉頭了，那還可以粘合之後來再繼續張口的，對吧？所以就是說，之所以出現最近周五的一個9%的一個大幅回落，是因為前面這裡漲得太快了，漲得太多了。你看這個是在1月28號漲了4.5%、3.4%、1%、2.18%，這段漲得太急太快了，造成這個獲利盤太大，對吧？其實這就是尾段拉升的一個典型的這個K 線會出現這種，就是快速拉的時候你就要小心了。那麼你可能賣不在這個5598，如果說你看盤的話，但是在這是1月29號這一天你應該非常注意了，因為它震盪的區間是非常大，有很大的上影線和下影線。如果說你在盯盤的時候，這個位置附近你可能出現這種結構的時候，在1小時上，比如這個2賣的時候，你就要跑掉了。你起碼能跑在5400之上，5400和5500之間，你跑在這個位置也能跑掉，因為它前面漲得太大了，對吧？又是一個大幅下殺之後的一個反彈，這是明顯的一個2賣啊。所以說，就看它現在這個第4浪或第4筆什麼時候結束之後，還是說，有一個4的回撤，還是說要碰到前面的低點，這就是需要我們去關注的。我們再快速講一下這個白銀，那麼白銀的話就更誇張了，在周五的話是跌了26.33%呢，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一個這個跌幅，因為好多人，大部分人是玩槓桿的或者合約的，對吧？一小部分人或像小散戶的話，可能看好白銀的話，都是你要不就買實物的，或者說買一些紙黃金，都是紙白銀，都是那個 ETF， 對吧？其實 ETF 倒還好了。最怕的就是你去玩槓桿，那麼很容易爆倉。這是一天跌26.33%，其實做多的也很容易爆倉。你看它小周期震盪的時候，這種如果說你槓桿比較大的時候，這個一個反彈就把你的槓桿給你幹爆了。別說這個後面這麼快的拉伸了，對不對？所以說，如果說你去做槓桿交易的話，又沒有一個非常好的紀律，那你是非常非常容易虧錢的。那麼現在它的結構呢？日線上，從這個28這個起漲點，這是 A 中樞、B 中樞，B 中樞之後，這個小 C 段現在一直是不背馳的。它這個走的這段明顯，我們目測也能看出來，跟這個 C 跟 B 比較是不背馳的。所以說它完全，雖然說這個砸的也很狠了，我們可以測一下這個黃金分割，它是砸到了0.618，看到沒有？砸到了0.618之後，出現了一個快速的一個回拉。那麼下周就要關注。它是要在次級別給一個震盪，就是說，比如說4小時，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段的4小時，也就是說，在日線上啊，如果說單看大週期的話，它可以慢慢這樣，慢慢，然後呢，也不回來，還可以形成3買，可以來一個3買轉2賣之後再往下砸，對吧？是一種情況，也可以是直接就拉回來，比如說踩一下120天。還是沒回來，還可以形成3買。當然最差的就是直接砸回到這個中樞裡來，甚至砸穿這個中樞，那基本上這個白銀的牛市就結束了。就最後一個中樞是非常關鍵的，針對這個針對最後一個中樞的位置是非常關鍵的。如果說直接砸穿它，那麼基本上牛市就結束了，那可能就慢慢的慢慢往下走，這樣走，對吧？就是如果說能夠踩一下或停頓一下，還可能有來一個3買轉2賣，還可能有一段，但是這一段後期的震盪幅度肯定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麼我們再看一下4小時，4小時從這個起漲點，這是在50附近，也就是這個中樞的這個位置，48.63，我們把這個價格給它標到4小時上，這個48.63在 C 段的這個在4小時上，也就是這個位置，它只有一個中樞，這裡只有4小時一個中樞。那麼但是呢，針對這個4小時中樞，它已經出現過一個3買了，這裡是有一個3買的，然後又打了一個高點，然後開始回落。我們現在測一下這3段的一個當時當下的一個位置，是不是有一個什麼等比例了，或者說黃金分割的位置？它是突破了等比例，112是等比例，也就是說第3段到112，你看它當時在這個112這裡其實是出現過一些這個掙扎的，或者說爭鬥。
对吧？在112这個等比例的位置出現過爭鬥，但是多頭力量還是比較這個慣性也好，或者怎樣也好，還是又突破了一段，但是突破了沒想到沒扛住，沒有再次往上走，然後直接快速殺回來了。所以說，而且啊，這個下殺最重要的是殺破了這個3買之後，直接砸回到中枢裡來了，看到沒有？直接砸回到4小時中枢，它正好踩到了4小時的中軌這兒，這個下影線剛好踩到了4小時中軌上。所以你如果說盯盤的話，踩到4小時中軌，那就需要非常小的周期你才能抓到這個位置。就是這個反彈是可以嘗試去做它的，對吧？但是現在就是你殺掉了3買之後，直接砸回到前面這個中樞，那就变成了這裡就變成了有第2個中樞了。我把其他都清一下，這裡是有第2個4小時中樞了，那麼就變成了2個。如果說還能往上走的話，那就變成2個中樞出現了這個接觸升級了。升級之後看它能不能往上走，這就是其中一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哎，我從這裡斷開，從121.67這裡是最高點，這些斷開之後都不管了，那就看它這裡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演變，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一個中樞再下來，還是說給一個3買，不是給一個反彈之後給一個2賣，這是1賣的話，對吧？直接往下走也可以，或者說再彈一次，再做一個中樞之後再往下走，還是說再出現第2個中樞之後再做一個最後的一個離開，对吧？現在就是看它的離開，然後你要關注能不能夠出現反彈，它就看最後這一筆的力度。我們看一下它的次級別，1小時，還是一筆30分鐘。30分鐘的話是這樣，1、2、3、4、5。在這裡的話，我在這裡是在30分鐘上，這裡是有一個2賣的，但是呢，它這個第一筆其實是不夠1筆的，嚴格定義不夠。但是在我這裡是一個明顯的2賣的一個反彈確認，所以說我是這樣畫，1、2、3、4、5。你如果說嚴格定義的話是這樣，1、2、3也可以，但是呢，現在這個都行，但是就看它現在這個反彈1、2、3、4、5的話，看看是不是有一個6。如果說6的反彈很弱的話，還得有7呢。那麼你可以從這個最後下落這段，現在是反彈回到了0.382，那麼下周就要關注它是不是到0.5，还是說只是能到0.618。0.618也就是在92、93附近，但是还是没有碰到这个95的話，你就要小心了。那就是1、2、3、4、5、6，到93的話還只是第6筆反彈，還有7呢。7的話可以再次跌破前面的低點，或者說不跌破也可以，給你一個2買，然後反彈一下再下也可以。所以你就看你能不能夠做這種反彈，還是說跌破前面低點之後去做它的這個盤整背馳，因為這裡有中樞了。這樣的話，前面的進入段有離開段，可以有背馳點，就這麼2個位置是可以嘗試的。如果說給一個2買，或者說給一個1買，對吧？所以說，這就是現在這個黃金所處的，就盯着30分鐘做就行。如果說你有能力，但是還是建議，這個風險控制能力差的、執行能力差的，你就去玩 ETF，不要去做合約。做合約的話，這個是相對比較恐怖的。好的，那麼的話，我們就簡單分析一下這2個黃金和白銀，然後趕緊來看一下，這個其他的要出財報的。因為我一般周末這個復盤的話，控制在1小時以內。如果在1小時以內不能夠全部分析到這些的話，我們就只分析到1小時，能分析多少分析多少。其他的話有機會再分析，沒有分析的話就大家自己看一下。先看一下谷歌，是2月4號周3盤後，對吧？谷歌的話也是走得非常強，尤其是在這個，我們看了一下大周期是個什麼結構，83.45這裡1、2、3、4、5浪作為一個進入段，然後開始回檔做中樞，所以現在它這個是 A 中樞，這都是 B 呀，這都是小 B， 走離開段呢，對吧？那麼它有回落，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什麼時候會有大 B 中樞，還是說什麼時候不會有大 B 中樞，就看這個小 B 段的空間。如果說小 B 段不背馳，跟進入段比較的話，那就有希望出現大 B， 這是大 A， 對吧？那麼什麼時候不能夠呢？就是這個反彈，這個比如說也突破了前面那個高點，但是空間並不大，然後你再回落的話，就很容易被拉回來。就是能不能夠出現大 B， 就看你這個小 B 段的力度，只有這個力度非常強的時候，不背馳的時候，才可能出現大 B。所以說你沒有辦法預測是否出現
大臂，或者是否出現两中枢，只能去跟踪它。那麼現在跟踪的重點就是这個142到這個最高點，看一下它的內部。那麼它的內部就複雜了，從這個起涨點，這是 A 中枢、B 中枢，這兩個中枢就有高低點接觸，這就形成了一個升級之後的一個擴張中枢。那麼之後的一個離開是非常非常牛的，從這個173这個起涨點，我們看1、2、3、4、5、6、7、8、9，一直到第9段，每次的回落都沒有碰到前面的高點，每次的回落都沒有碰到前面的高點，所以它就是一個浪形的模式，這種往上走，一直走了9段啊，一直走了9段，只是到第10段的時候才跟前面的高低點有接觸。所以說，就是你在判斷這個跟蹤浪形的時候，就看它有沒有破壞這種節律，或者有沒有破壞這個規律。每次回落的時候能不能碰到前面的高點，這就是你觀察的。其實這就是波浪講的東西，這就是波浪講的東西。為什麼我们要把波浪跟這個纏論結合到一塊兒？這樣的話你就好分析了。為什麼很多人說這個波浪不好分析？就是千人千浪，沒有辦法來劃分這個浪形，有的時候不好劃分。但是我們利用纏論的比，就是限定了它，對吧？限定了它，就是分析利用浪形的這個原理的話，分析起來就容易了。那麼我們來看一下谷歌這個結構，下面是一個升級的結構，這個中樞，這裡也是有2次回落構成了中樞了。那麼現在就看它。這個反彈這一筆也夠了，是不是能夠因為財報的原因往上走，還是說在這裡居於震，對吧？那麼往上的話，我們看一下這個，因為現在是剛剛形成日的頂分型，對吧？空間並沒打出來，這個 MACD 也是空間並沒出來。如果說往下來的話，那就看它是不是要這個中樞下沿319。測一下空間，5%點多。一般現在谷歌的財報的時候，其實震盪還是比較大，有的時候到10%都很多。但是我們之所以要這個結合基本面的分析，就是基本面分析最重要的是在回落的時候，就回落的时候你是敢買的，回落的时候你是敢買的，就敢買回落，对吧？敢抄底，就所謂的敢抄底，因為它基本面好，你才敢抄。所以針對谷歌的話，就是看它針對最後這個中樞，它的這個位置。如果說砸破這個中樞了，你就看一下，不能夠離開這個中樞太遠。比如說砸得非常深，我們看從這個位置，直接砸個20%，或者砸到這個120天，就砸了18%左右，這就比較深了，那就有可能要走反向了，對吧？就是大周期上 B 中樞要開始出現了，開始構造 B 中樞的第一筆，還是說在這裡做 B 中樞了，對不對？所以說你就要看它圍繞最後一個中樞所處的位置，這就是針對這個谷歌。來看一下亞馬遜，亞馬遜這是2月5號周四盤後，這個我們在過去直播的時候已經講過一點，最重要就是現在它是81.43，也是12345進入段構成了 A 中樞，然後現在是有一個潛在的3買出現了。這個211這個3買，為什麼說是只是一個潛在呢？因為它從211.03到258，這只有4根 K 線，只有4周，對吧？如果說你從這裡斷開也可以，這樣的話就變成了一個進入段有一個中樞，然後有一個3買有離開，可以的。然後這樣的話就走反向，你如果說把這個位置斷開，它可以是這樣。雖然說這個第3筆就從這個起漲點的話，它是一個123嘛。這個3雖然說不夠5根，但是沒有關係，就是也被吃了嘛，對吧？可以結束的，這樣的話可以結束。那的話，這樣的話就走反向。我這個現在是周線上，我這可以是進入段，周線上反彈一筆，我下來之後再做反彈，看它是不是这樣走，對吧？這是一種情況。還有一種就是我這個3買啊，現在可以重新劃分。如果說跌破了215.18的話，如果說再次跌破它，這個就變成了新的3買，回不來的話又變成新的3買，可以再打高點。所以現在這個位置其實是沒方向的，就這些 K 線這裡，它是一個類似一個中陰狀態，日線。這是我們之前在直播那次分析的時候，為什麼我要分析這段的原因，就是它要選方向，我要麼再次突破258，要麼再次跌破215，跌破215的話，這就有方向了，它可能要往下選，對吧？這就是形成了一個新的3買，看它是不是往上走，往上走。
那麼從这个周五的收盘價，如果说跌破215的话，10%，就是空间相对挺大的。如果说能夠再次突破前面的高點8%，剩下10%，剩下10%的一個空間就是亞馬遜盤後的一個震盪的一個空間，對吧？現在其實就是一個圍繞中樞日線最後這麼一個小中樞的一個震盪的一個幅度，所以說你要做其實就是一個中樞震盪。看一下 AMD 的話，在周五的話也是已經分析過了，它也是2月3號周二盤後要出財報。那麼它的問題就是因為它在周線上這個76.48呀是一個第5筆，是一個1、2、3、4、5，這個5還沒打高點，最高點在266.96，最低點是267.08，所以說這是沒有出現高點。那麼沒有出現高點的話，那就看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然後再往上走。那麼現在就是要關注這個第5筆了。第5筆如果說結束的話，對吧？如果說結束的話，那就看它是不是要砸回來了。那麼砸回來就是在這個日線上這個中樞這裡。那麼如果說要砸回來到比如說中軌的話10%，如果說到中軌這個到這個中樞上沿5%左右，所以說這個還是不太好選擇的。那麼它是在周二盤後，那就看周一和周二的盤中，它是不是要繼續往回拉。但是也有一種就是說，可能離這個255.98非常接近，但是就是不回來，然後一個財報出刺激也可以的，所以就看你的這個倉位控制了，或者說你的風險喜好。如果說你的風險喜好比較高的話，哎，回來了，你又想那個賭一下財報，可以用一點點倉位去賭一下，對吧？它如果說要拉回來，那你就去拿着就好了，相當於你加倉了，只不過加的位置比較高而已。那麼如果說有這個賭對了的話，那就它可以再出一個高點，突破前面這個高點。但是如果說第5筆呀再次突破這個267，那就很容易被持，因為它這個 MACD 並沒跟上來 ，MACD 的寬面線比前面這個低很多，它必須要再次突破前面這個高點才可能不被持，而且這個柱子面積也沒有，所以說大概率我個人傾向是可能財報比較差，對吧？個人傾向是，但是不能夠作為你的操作依據，就要看你自己的一個個人傾向了。我們再看這個 Palantir， 那 Palantir 是在這個2月2號周一盤後，那 Palantir 的話，它也是一個周線的一個大結構，周線上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起漲點是在這個16.14，16.14這個是1、2、3、4、5、6第6筆，是周線的第6筆或第6段。那麼也是它跌破了前面這個之前一直沒有跌破這個147.56，現在是跌破了147.56，現在這個周線上夠一筆了。那麼就看它是不是要碰到前面這個125.41，對吧？碰到的話就是在這裡做 B 中樞，這是 A 中樞 B 中樞。做完 B 中樞之後，看它能不能再起。但是現在看這個MACD 往下的這個延伸度啊，還是比較大的，就是這個快面線的張口張得太大，看到沒有？張口張得太大，然後柱子的長度還在伸長，這個面積都沒有縮小，所以這個力度次級別的力度有力度。那麼在次級別，從207這裡是一個123段，123段等比例在138.92，138.92這裡的話，如果說到等比例這裡看一下。如果說財報，我們看這個空間並不大，5%左右的一個空間。那麼如果說這個，比如說財報呀或者指引呢都不好的話，就很容易跌破這個138。所以138.92或140附近吧，取整的話，140附近你就盯着。140附近如果說很快跌破它又拉不回來的話，那基本上這就不被持了，就是1、2、3不被持，那可能有4和5了，那可能要去100了，看到沒有？100在這裡。所以說，盯着這個140附近或138附近，如果說財報之後在這個位置，你就不要去做多，因為它不被持，可以繼續往下延伸，然後可能在很深的一個地方，就內部結構很飽滿的時候，給你一個反彈，然後再來一下。所以說，針對這個的話，我們一定要小心一點。如果說你去做多的話，你看這個 MACD 張口張得非常大，這個已經在0軸以下很深的位置了，這個要做多的話要非常非常小心。那麼如果說在財報之前，你也可以先減一點，對吧？如果說你倉位比較這個成本比較低，你可以在這裡先減一點，對吧？下來的話我再補回來，上去的話我沒有關係，我就繼續拿好了。
所以說也是一个可以这个用的策略。然后再看这个 Lilly， 艾利 Lilly 就是要出这个减肥药的公司，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结构，它是一个月线的一个，就是下面这里是没有中枢的，1、2、3、4、5、6、7，月线的第7笔，月線的第7筆，所以說623是它的關鍵。那麼623在周線上還是一筆，周線上還是一筆。那麼日線開始有結構了，623 A 中樞，然後一個1、2、3離開，然後又出現了 B 中樞，對吧？現在是 B 中樞，這裡是第3筆，這是1、2、3，第3筆現在不能說那個說它結束，因為它啥呢？因為它這個我們看一下，就這筆啊，從其中有一段是有包含關係的。嚴格定義的話，它是不夠一筆的。如果說你模糊的話，那可以是當成一筆也可以，這樣的話就變成這樣1、2、3、4、5，對吧？這樣的話是有中樞。但是如果說嚴格定義的話，它是一筆到這裡，因為它這個只是有底分型，它新的一筆並沒有出現，它還可以繼續往下延續的，繼續往下延續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中樞了，一個擴張型的中樞也可以，對吧？所以就看它現在是不是要因為財報的原因能夠生長出一筆來。那麼如果說從周五的這個收盤價到中軌2%，到這個上沿7%，對吧？如果說能夠再次到上沿這個位置，你可以看一下中樞上沿了，可以再減一減。如果說力度沒有的話，如果說往下來，那就要跌破前面這個低點，跌破這個位置，甚至到120天，就是12%。它就看它的這個財報了，10%左右的一個有，也不是不能有。對吧？10%左右的一個空間，到這個位置你就可以買它嘛。畢竟還是一個大周期的一個趨勢上，這兩個中樞並沒有接觸。這是針對這個艾利 Lilly。好，再看一下 ARM。ARM 的話也是我們有頻道裡面有朋友經常問這個，然後我們可以簡單說，它的其實圖形看上去複雜，但是結構其實簡單的。現在看的是周線，那麼周線上有這麼大一個中樞。非常大的一個中樞，但是就是圍繞中樞震盪，其實結構非常簡單，就是一個中樞震盪，而且震盪到第9筆了，這是進入段的話，1、2、3、4、5、6、7、8、9，第9段，對吧？那麼第9段現在這個看這個重點就是第9段有沒有結束嘛？第9段它也可以再往下走一走，甚至跌破這個96.66，就跌破它的話，反而是一個好的這個進場的位置，就是類似一個空頭陷阱了，對吧？你應該加倉了。只要是不能夠非常強，你看這裡是跌到最低到了80，對吧？也是比較深，但是你只要在這個區間裡面，大概其差不多的話，就是咱們在這麼一個區間震的話，就是100到160是它一個合理的一個估值範圍，可能是。那麼最後這一筆，我們之前在做直播的時候，有朋友是在這個位置問的。我當時說，你因為從183這個下來的話，是一個1、2、3、4、5，你等這個5這個，因為當時是比較弱的，我建議是跌破前面這個低點之後可以進場，就跌破這個108，也就是變成了1、2、3、4、5，然後再給一個底分型之後你可以進，對吧？你看它最後的結果，這裡出現了底分型，如果說你在這個位置買，也就是105附近，那麼這個105到123這段是非常好的一個短差呀。比如說出現底分型，你買了，然後再次拿到底分型10%，再次拿到頂分型，就是底分型拿到頂分型有一個10%的空間給你，就是一個而且很快就達到2、3天就到了這麼一個空間，對吧？就是如果說你按照這種方法的話，你買的時候也不擔心，因為它是一個5段的一個背馳段，5筆的一個背馳段，然後你買了，弱的話就到這裡，強的話當然走微轉，那是最好的。所以說你買的時候是不害怕的，尤其是這種基本面相對比較好的公司，你是敢於買的。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跟大家說，先選好基本面，選好基本面的目的是讓你在回落的時候敢下手，敢買。很多人是又不敢買又不敢賣，就是弄的就是比較尷尬。那麼現在它是上去了，但是沒力度，只是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出來，做了一個中樞之後，它現在如果說再次跌破這個102的話，其實就是這個從183向下的這個延續，只要沒有力度的話，你看它這個 MACD 已經上來了。如果說慢慢往上爬，如果說在財報之前，它是在2月4號周三盤後，如果說在周三盤前的話，比如說周三盤前再次跌破102，
如果說沒有力度的話，然後 MACD 也下不去，你这個位置是敢買的，因为它是一个有进入段、有中枢、有離開的這麼一個結構，對吧？你起碼要進一點倉位，防止它財報的原因往上走，甚至是打穿，就是往上突破這個中樞往上走。就是說，它越往下走，是讓這個結構越飽滿，它越往下走，結構越飽滿。這是有區別，就結構越飽滿的時候，它越有可能轉折。但是不是說飽滿了就要轉折，而是說可能轉折。但是如果說結構不飽滿，你要想讓它轉折就難了。它越飽滿，這種有兩個中樞了，越飽滿結構越容易轉折，對吧？為什麼要禪師教我們為什麼要是兩個中樞結構下呢？因為它結構飽滿了，也就是說它這個下跌的動能已經全部被消化了，全部被消耗了。就是砸盤砸不動了，就沒有人去接盤了。你賣給你這個買賣，你要賣得有人買吧，你不可能自己去倒吧？你自己倒現在是不可能倒的，對不對？所以說這個為什麼是結構需要飽滿，就在這裡。這是針對這個 ARM。我們再看這個迪士尼。那麼迪士尼的話，也是大家對這個不論它，但是它現在這個。看這個圖形你就知道，這個公司現在是處於一個相對的，震盪期，就是在這裡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中樞，沒有方向。那麼在週線上，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的話，但是那個它月線這個中樞啊是在中樞中軌以上，是在中樞的中軌以上還是比較好的，而且這個回落也夠一筆了。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能夠上去的話，看它能不能夠到，比如說140，就是0.5的位置，就是說從前面203下來的一個0.5的反彈，看能不能到這個位置。如果說能夠到這兒的話，24%空間是有的，對吧？那麼週線上看一下，那麼現在如果說我們看裸 K 的話，你會發現這裡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底部，做了一個非常大，就下來之後一直在這裡沉，在這裡沉。如果說能夠以這個作為一個很好的一個類似，你要去看那個英特爾的那個圖形的話，很類似。英特爾的圖形，我們現在快速瞅一眼。哎，那這是這個 NTC， 它也是，你看一下裸 K，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底座，看到沒有？就是也是從前面的一個非常高位下來的，從前面50慢慢下來，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橫盤，橫了一個很長時間，然後開始突破。當然了，英特爾它跟這個迪士尼還是有區別的，畢竟英特爾這種所謂的大而不能倒的公司，跟迪士尼它是基本面上還是有差別，但是結構上，對吧？剛才那個是一個日線，英特爾是日線上做了一個大底座，那麼那個迪士尼的話是週線上做了這麼一個大底座，就是看它做了底座之後能不能夠往上走，這就是我們從這個結構上看。那麼而且從這個最低點是在這裡78.73，然後開始週線上震出來，也是一個中樞，也是在這個相對的中軌偏上的位置，對吧？然後你看它這個 MACD 也是在0軸趴着，如果說這裡能起來的話，那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起碼先到這個月線中樞的這個上沿這裡，甚至在突破前面這個124。如果說有非常大的力度突破124的話，那就希望把上面的空間打開了。到124是10%。如果說你發現這個財報的原因非常好的那個利好，那這個上面的空間是很大的。我們再看一下日線。日線上的話，就是前面從這個124這裡有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回落吧，是它做了兩個中樞的一個回落，而且這兩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是出現一個擴張升級之後。但是呢，雖然說用了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回落，你看它這裡用了兩個中樞一個回落，才到了，也就是中0.5的位置，我們可以測一下，從前面這個起漲點，然後，哎，剛好是0.5。看到沒有？就是說，它前面這是一筆上來了，我這裡做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兩中樞的一個盤整下，而且是一個升級之後的，才只能到0.5，說明這個動能下跌的動能非常，就是你每次下來就有人買，每次下來就有人買，就是這個下不來，就說明這個有人看好它，你一直每次下來的時候，它就開始買，對吧？造成了這個結構非常複雜，而且這個回落只是到了前面這個大漲的0.5的位置。更加說明了這個0.5的位置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也是100嘛，100附近。那麼現在就看它這裡起能不能夠起得來。現在是一個日線上是一個123，
就是有希望要出现3了。那么它这个也是 MACD 这个在这个零轴，刚好在零轴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因为财报，但是这是周一盘前了，对吧？也就是马上周一盘前就出财报了，所以说你已经没有机会买它了。那麼如果說財報的原因直接突破了這個到前面的高點10%以上的話，那這個就會出現一個在零軸這裡起來的一個空間，對吧？如果說後期往上追的話，小點倉位也可以，畢竟它的倉位不是倉位啊，畢竟空間還是很大的，巨大空間。如果說能夠打開這個空間的話，就是說個人傾向迪士尼的這個空間如果能打開的話，後面可能會有一大波。但是我還是這麼說，不是建議大家去買，不是建議大家去買。然後再看一下 Uber 的話，也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因為尤其在北美吧，因為 Uber 還有這個 Lyft 他們是競爭關係。現在 Uber 的話也是開始有一些快遞啊，什麼這個披薩點一些快餐什麼的，給你送到家裡面。但是它的業務雖然說現在怎麼說呢，圖形上還是沒有出現明顯的趨勢。那麼這是月線上是一個進入段，然後構成了一個中樞。現在看它這個回拉，現在這個回拉還不夠一筆。如果說直接拉回到中樞裡來，那就是在這個中樞還是做大的中樞震盪。那麼周線上，從這個54.84起漲的話，也是有一個周線中樞，也都回到中樞裡來了，對吧？而且這個中樞都 MACD 跑到那個零軸以下去了，對吧？還是偏弱的。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這是24號周三盤前，那麼就會跌破這個78.3。那麼這樣的話，到120周5%左右。如果說跌得更深的話，那就去200周了，25%，這是空間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說，你看它這個裸 K 的話，120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線。你看前面這裡都沒有跌破過，所以說只要不跌破120周，或者說200周這兩個均線，只要不被跌破，上升的趨勢還在，你就每次回落的時候去買就好了。我們快速加快一點速度，然後這個最後看一下這個 PFE 這個輝瑞。輝瑞的話，我之前分析過非常大的週期，就是年線，就是這種老牌的公司啊，它就能看到這種大年線的圖形。它非常牛的就是在年線上出來了一個年中樞，出來了一個年線的比中樞啊，而且這個回落也是夠1、2、3、4、5夠5年的一個回落。雖然說前面有2根 K 線有包含關係，但是並不影響，對吧？如果說這裡能做一個年中樞出來的話，那看能這個空間這個區間還是非常大的，120%的一個空間，所以說空間是有的。但是現在年線沒有出現底分型，這裡是有出現年線底分型之後往上走的，對吧？所以說就是看這裡能不能夠突破前面，就今年能不能夠突破27.69，這就是你在年線大週期上看。然後季線上這個季度上回落夠一筆了。月線上是一個一筆下一筆上，再去看這個以20.92作為一個支撐的話，這裡能不能夠往上走？週線上正好被頂在了120周這裡，看到沒有？剛好被頂在120周。因為現在輝瑞的問題是，照比於艾雷利利啊，還有什麼諾和諾德了，它現在在減肥藥方面，它最近不是買了那個一家減肥藥公司嘛？當然了，這中間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因為這個諾和諾德也出手競價那家公司，造成輝瑞可能多花了一些錢，所以說還是這幫公司之間競爭也是明裡暗裡面的這競爭的。就是他是買了一家那個減肥藥的公司，但是現在想要跟諾和諾德和艾雷利利競爭的話，還看不到這個，可能有希望，但是還沒有明顯出現這個提速的這個現象。所以現在在週線上的話是受制於120周，看到沒有？受制於120周，什麼時候能夠突破120周？那就看這個區間到200周，25%的一個空間，對吧？就如果必須要突破這個120周的一個壓制，你看它前面這裡跌破了120周，快速拉回去了，然後這裡就是有效跌破了，就回不去了。對吧？所以直到這裡開始，這個120周開始這個收的比較低了，有希望能夠突上去。所以120周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置啊。看一下最後的日線。那麼日線上從這個20.92，這裡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中樞，是超過9段的。那麼現在這裡是有過一次回落，但是呢，
因為是一個9段升級的，它並不構成300，它可以上去再下來一次，这個才就構成300，就是這個小中樞的級別。如果說我用紅顏色表示的話，是比這個藍顏色的級別低的，可以這樣往上走，對吧？或者說我這個因為財報的原因，我這快速往上拉也可以，那這樣的話就不背馳了，那這就是1、2、3不背馳，可以來4和5，那就可能再次突破這個27.69。但是現在看的話，這一段走的太糾結，這段太糾結。但是好就好在 MACD 是張口是繼續往上走的，所以不好說。它這個財報其實不太好說，很可能就上下都可能，尤其现在又是在前面這個比較的話，又是一個類似一個中軌的位置，所以這個比較不太好判斷。但是你如果說長期看好這公司有潛力的話，就可以這個每次回落去買就好了，對吧？這樣的話又有分紅，然後基本面也不是太差。如果說你对這個公司比較了解的話，就是可以每次買回落。好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再見。